在想什么呢？看你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在商司见学就这么磨人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我娘亲也是在这样一个夏天的雷雨夜过世的。娘的忌日也快到了，每年这个时候，弟弟都会足不出户，也不去扫墓。但其实我知道，他只是不敢去，害怕自己控制不好情绪，怕会伤心难过吧。所以啊，我刚刚还在想，等一下回家，该怎么哄哄他才好。所以，你才害怕雷声？我不只讨厌雷声，我还特别讨厌夏天。要不，我陪你去扫墓吧。毕竟，我们也是夫妻一场。就送到这儿吧，毕竟，而且等一下被爹爹看到了，他又要胡思乱想了。那好吧，这把伞给你吧。可是你……没事，进去吧。范云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本来想去接你的，可是你已经回来了。哦，一个朋友送我回来的。雷雨夜有人能陪着你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本来以为你会垮着脸的，看来在商司见学有助于调节心情。高然，我好像现在也没有那么讨厌夏天了。也许跟他们一样，对夏天有了新的期待吧。听着真舒服。舒服。哎，我说范云真的很优秀吧？
最近常往我上司跑，其实是为了见侄女吧，范大人。哎呀，果然你早就知道我和他的关系啦。你现在这么说，难道是想把他赶走不成吗？如若不是亲眼见了他的工作能力，即便是城主安插的人，我也有千万种办法让他知难而退。不过这并不代表我认同城主如此草率地实行选士制度的变革，这只有男子才能为官的固有观念，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。同意。作为范家宗主，我对于贵族一派负有责任。他归他有理，我归我反对。原则问题对于我来说，无可妥协。不过，我还有一个疑问：历来不苟言笑，连鬼见了都发愁的范大人，只是因为被叫了一声叔父，就如此的春风和煦，面生喜悦，就连我那面具都遮挡不住了。既然如此心系侄女，为何不索性和哥哥家修好？你说的容易。老话说，长兄如父。可是他爹当年为了那个姬蔷薇，放弃了范家宗主，害得我至于无可转圜之绝境。现在为什么我要和他重修兄弟之好呢？好了，不说了。哦，对了，送你一个新的面具，私下以为非常适合你。这么丑，我可不戴。你的手艺都是你娘教你的吧？正好相反，我娘在世的时候，跟爹爹一样，做不了什么精细活，反而像什么爬树啊、摘果子之类的，倒是很在行。所以你是继承了你娘的衣钵。我可没有我娘的好身体，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天天都吃药。你还体弱？直到我长大一些之后，我的身体才一点一点有了好转。也许真的是我把我娘的身子拖垮的吧。你说，为什么离梦想越来越近了，反而人的心里越来越没有底了呢？你是说为民请命吗？反正就觉得在上司的这段时间，
总感觉哪里还没有做好。只有无比接近，却又差之毫厘的时候，心里才会患得患失。患得患失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患得患失。越想努力，就越害怕失去，然后就想再努力，更努力一些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最好。但我相信你可以的。你说说你吧，每夜挑灯苦读，这文书落的都比人高了，饭又不吃，觉又不睡，被别人派了活，别人都是叫苦不迭的，你倒好，反而乐在其中。不是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你看不起谁呢？我可是城主。好好好，你是城主，你厉害，你通晓一切行了吧？范云，这选氏变革前无古人，更是你我的第一战。我身为城主，也没有全然的把握，所以你有担忧的情绪也是情理之中。但没关系，谁说担忧就不能成事呢？只要接受自己一时的软弱，然后一起竭尽全力，迈步就是了。每一个伟大的目标，不都是这么一步一步实现的吗？你我就各自努力吧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在佳妹心中，城主犹如天上高高的太阳，她自觉身残形秽，配不上城主，无颜来见，半途默然而去。魏大小姐的弟弟，你找茬是吧你？小鸟也需要自由。英雄所见略同。魏柔，真的是你啊？好香啊！啊？哦，这个是胡麻团子，很好吃的，尝一口吧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一粒一粒胡麻的触感，松软的粘膏，再加上豆沙馅，真是绝配啊！这个时候，你其实可以说一声谢谢的。这首好听的曲子，该不会是对团子的回礼吧？你尽可以按照你的心意理解。魏荣，魏大人，这不是我排行老4的笨哥哥吗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跑这个地方来干什么？流浪是没有目的地的，顺便来参加选试。你是来参加选试的？参加选试不重要，
吃到胡麻团子才重要。啊？魏大人，你这个弟弟一直都这样啊？他就这样，你别管他。哦，对了，陈楚啊，知道你要离开商司，但他自己抽不出身，所以特地让我和岩将把给你准备好的礼物送过来。哎，岩将大人呢？哎呀，那家伙肯定又迷路了。哦，这城主又是闹哪出啊？好别致的人。可能只是手艺不太好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替我谢谢城主的好意。哎，魏荣怎么也不见了？对啊，刚刚还在这儿的。反正啊，只要他想，好像什么地方都可以潜入，又可以随时随地的消失。哎，不行，我得去找他一下。哦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人啊？哎，魏大人，我跟你一起。你这个弟弟不一般啊！不然他怎么叫魏荣呢？魏荣二字取自我们魏家祖训“荣者贤达”，说天选之人才冠上二字。我排行老四，上面还有3个兄长，哎，却没想到冠上魏荣的却是家里这个最小的弟弟。优秀到可以忽视4个哥哥？虽然说是个奇怪的弟弟，但对我们魏家而言，他真是希望所在。哎，不过就有时候太喜欢闲逛了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就算抓住他也很难说2句话。那也就是说，既不对他人唯命是从，也不轻易被他人所利用，对吗？岩将大人，岩将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一直都在啊，是你迷路了好不好？是吗？哎，魏荣，你这又在干嘛？困了呀，今晚就睡着了。啊！你昨天晚上住在哪儿？昨晚边看星星边睡的。边看星星边睡的，那不就是露宿街头吗？天作被，地作床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不管怎么说，睡在这里肯定是不行的。要不然，魏荣，你跟魏大人回去吧。我才不要跟这个俗人共宿一宿呢。你，那去我家吧，如何啊？范大人怎么能应付得了他？哎，那不是这样，岩将，就让他到你的府上去。我的？好啊。好，哎，还不如去你家呢。什么？是他自己选择要去你家的。都是些陈词滥调，真是没有半点情趣的房间。来了这么久，你家里人呢？不给你的客人提供一些美味的食物吗？
应该是这样。岩将大人，魏荣，你们也来集市买菜啊？别提了，昨天晚上根本没睡觉。哎，都是因为这个家伙，我都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。哎，他怎么啦？他。青枣百叶草。对。这不挺好的吗？既能打扫院子，又能锻炼身体。你们还是多担心一下他吧，在自己家里都能迷路。你少管我啊！哎呀，好了，你们两个不要吵了。那个魏荣，做事情要考虑别人的感受，如果给别人带来麻烦，或者影响人家的心情，那就不好了。不如你给岩将大人道个歉吧。道歉的话要说对不起。对不起。那算了，我回去补个觉就好了。可是岩将大人，你回家不是往那边走吧？是吗？对，这边。那既然如此，不如你今日就去我家住吧，正好我们可以在一起复习选试。也好。魏荣，多吃一点啊。千万别客气，就当自己家里啊。魏荣，你这里。好啦。我真是第一次看到你笑哎。这也没什么可吃惊的。也是啊。吃饱喝足好睡觉。今天白天走太多路了。那就多吃点啊。说好了一起备考呢。对啊。还能再来点包子吗？能，可以。魏荣，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的，要多笑一笑才好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老爷，正义办事不力，您的信让吕大人给劫走了。好你个吕文仲啊！换我何事啊？快！吕大人呐，我家老爷又感风寒，今日不宜见客呀，要不您改日再来吧。你看他，他满面红光的迎接我呢，他哪像有病的样子啊？吕大人，要不您改日再来吧。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啊！走，出去吧你！吕大人。哎呀，成何体统啊！哎呀，老郑啊，还生气呢。行了，物归原主。李大人呐，你以为你结了我的辞官信，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反对选试草案了啊？这是代表我自己，那9大贵族不是摆设。哼！老郑啊，我们上上下下都知道你这封辞官信的厉害。你这封辞官信一出，势必会导致大家分崩离析，选士派、贵族派也会两败俱伤。现在齐正以城主之位，
来担保选氏的草案施行。如果他看了这封辞官信，你说，你该让他如何自处啊？那是他不顾为主之道。这个只代表我自己，我躲行吗？我不管行吗？我的三才柚啊！哎呀，老郑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让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，这个不是你50大寿的时候，我送给你的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哎，这个呢，就算我收回了。老郑，哎呀，老郑，哎呦我的！这个玉佩啊，是我当年送你的，索性你也不要了。我说你怎么幼稚啊！这在我的府邸呀，你又奈我如何呀？哎呦，这副旧时的真迹是我命人寻遍9城给你搜罗来的吧？正是。好了，干脆你也别留了。哎，你敢？你看我敢！哎，手下留情，莫要冲动啊！莫要冲动啊！老郑啊，你也知道不能冲动啊！哎，你这封信一出，那就真的是覆水难收了。哎呀！这不这个我，你滚出去！老郑，9城就像这幅画，毁了便是毁了，不能重来。老郑啊，你真要逼着齐征禅让了这城主之位，到那时候9城就群龙无首了。不等9大贵族韩信之日，天下就已经大乱了。老郑，你真要看到13年前仲子夺嫡之日，他们那一幕重演，血流成河才肯罢休吗？老郑，那之后呢？谁来继承城主之位，重掌山河？范云，我饿醒了，还有宵夜吗？有。魏荣，你说你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好不容易醒来的时候却只会吹笛子。要是你都能考中选士的话，那我真的是要绝望了。若你选士失败，嫁不出去成了老姑娘，我就请你做我的专属厨娘吧。啊？不说了，我去给你弄吃的去。魏荣，你真的不再多住几日了吗？已经很打扰了。好吧，那你要多多保重啊。好。
范喜大人，魏荣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不存在。希望你记好了，你是我的心灵之友。心灵之友，未来的心灵之友。啊，好，未来的心灵之友。那就后会有期了。他这样一个喜欢无拘无束生活的人，为什么一定要参加选试呢？他不仅要参加选试，而且约好了，一定要考进前3名。前3名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魏家答应给他自由的条件。